阎王，你家孟婆又闯祸了。我惯的，怎么了？暗沉昏黄的天空，浑浊的风卷起地上的沙粒，配着不远处一块刻着奈何桥3字的巨石，再听着18层地狱下传来的鬼哭狼嚎，将地府的气氛勾勒得肃杀无比。鬼魂们排着队，拿着去死的号码牌，哦不，是去投胎的号码牌，等着奈何桥旁的孟婆赐予他们一碗忘却前尘往事的羹汤，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不喝，我只是下界历练，为何要抹去记忆？我不愿，我不服。一妙龄女子本在闭眼休息，她生得极美，田尾处有2道浅红色的疤痕，乍一看去就如同民间女子点睛的胭脂，漂亮的不像凡人。她也的确不是人，因为她就是在地府待了几千年的孟婆孟七七。孟七七名字听起来十分熟络，再配上她本人那副容貌，让人觉得她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弱女子。然而咔的一声，小童及排队的鬼魂都吓得浑身一颤。又来了！下一秒只觉天旋地转，发现自己的领子被揪在孟七七手里。你说你不喝，你居然说你不喝？我就不喝，我是月老作下的童子，此番下凡历练是受命所托，月老可没让我喝汤再投胎。我告诉你，这里是阴曹地府，所有人过奈何桥都得喝我煮的汤，没有人，没有鬼，更没有神仙能例外，玉帝也不行。他招呼2个鬼差死死按住小童的手脚，拿了漏斗放在小童嘴里，灌了整整1大碗孟婆汤。他仍然不解气，去给我提个桶过来。这孟姐姐，这恐怕不好吧？这是月老的人，月老可是出了名的小气，要是月老回头记仇起来，这过奈何桥就要喝孟婆汤，这是上头的规矩，我有何错？他敢寻仇，我就要他也喝一肚子孟婆汤。孟七七一边灌汤一边狂笑不止，最终小童带着愤恨羞怒的神情，抱着肚子从奈何桥上坠了下去，消失在波涛汹涌的忘川河中。还有谁不愿意喝汤啊？纷纷低下头，老老实实排队。如有刁蛮狡猾的鬼魂不肯饮此汤，孟婆就令神族用铜管刺破他的喉咙，直接灌进去。他搓了搓手，对自己添油加醋的做法十分满意，琢磨着怎么悄悄地将记录传去凡间警示人们。半刻后，奈何桥旁忽然响起了这位鬼差惊破九霄的痛苦尖叫。九重天上，月老府中，可恶，可恶，真是太可恶了！月老在听说地府的事后，气得晕过去32次，醒来后就在屋子里团团转。孟婆真是欺我太甚，竟然连我的人也半分面子不给，还灌了那么足的孟婆汤下去，气煞我也！孟婆的暴力3界闻名。好呀，他说他的孟婆汤是上头规定的，那我这姻缘红线也不是开玩笑的。凡芸芸众生，无论神仙凡人妖魅精怪，都逃不脱老夫的手笔。既然他这么无情，休怪老夫无义。随后他深思熟虑，最终捡起另一根红线绑在一起，他那皱纹遍生的老脸上露出了很是奸诈的笑意。孟七七今日照常来上朝，他百无聊赖地听着大殿上阎王盛家宴用低沉的声音安排名利各司其职。在孟七七抠了3下屁股5下鼻孔的时候，阎王终于决定退朝。阿孟，你留下。那啥，陛下，你要没事儿，我就先回去了。过年摊子缺不了我，一会儿夜游神就来换班了，你知道的，他眼神一向不好。要是把没喝汤的踢下忘川河，那可就大乱了。这是第几次有人投诉孟婆了？回陛下，第677次。你胡说，分明是第676次。吴万，你忘了上次太白金星坐下的玉女来投胎历练，她喊了你一声老婆婆，你就把她打成了一个扁形，丢下了忘川河。
以至于人家在凡间出生之后脸大如斗，下雨的时候都可以用脸来接水了。那还不是因为他只顾着色眯眯地看着路过的阎王殿下，我还以为他不愿意喝孟婆汤呢。上次是太白金星告到这里，这次又是月老，阿梦，你得改改了。盛家燕发起脾气来是很可怕的，连忙小鸡啄米一般点头，并表示下次自己一定会控制蛮力，遇到不讲理的鬼魂只会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再也不用武力解决问题了。阎王听他这么保证，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神色。玉帝已经过问，这次本王包庇不了你。孟七七腿脚有些发软，他觉得现在盛家燕的神色就像每次判处那些恶鬼投生畜生道一样，这分明是要给他处罚了。就用捣仙棍杖责时下吧，小惩大戒，希望你能记住教训。捣仙棍是阴曹地府里让人闻风丧胆的刑罚，因为神仙体质与人不同，普通刑罚根本伤不到他们，也感受不到痛，而捣仙棍是针对神仙的利器，一棒子下去如同裂骨之痛，10棒下去孟七七必得皮开肉绽了。其实盛家燕还有许多类似的惩罚道具，也不知他从哪里收集来这么多这么齐全的刑罚物品。孟七七曾偷偷怀疑过他有虐待倾向，当然此时他已经没空在内心调侃了。陛下不要啊，你这样我会受伤的，我受伤了谁来上班，谁来熬汤啊？你的徒弟孟姜可以代而为之，再不济也有日游神跟夜游神帮衬。日游神夜游神那对兄弟，一个呆一个憨，孟姜天天哭个不停，他们断然看不好我的奈何桥的。比起你一天暴打几10个魂魄，他们倒是更靠谱些。孟七七还欲求饶，却被鬼差强行拖走，他挣扎尖叫着。沈家燕，我好歹做了你几千年的下属，你就这么对我？甚好，为着不辜负这几千年的情谊，那本王亲自动手。只听得外面刑罚场地上传来孟七七的一声痛呼。沈家燕，你变态，你居然打我屁股！之后迎接他的是一下又一下痛击。枉死城内，商贩零零散散摆着小摊，浑浊暗黄的天色上一片云也无。孟七七府上倒是很热闹，身边围了一群人，分别是血河将军、善恶童子、衰神、日游神、夜游神、孟姜等地府名吏。昨天从阎王那儿被抬着回来后，就把自己一直闷在屋子里面哭个不停。他居然打我屁股，他居然敢打我！我可怜的七七姐，陛下怎么下手这么均匀，2半屁股全都开花了。血河将军用庞大憨厚的背影挡住孟姜。孟姐姐，我这里有只上好的千年灵芝，正好你拿去补一补身子。善恶童子一向与血河将军不对盘。哼，孟姐姐又不是坐月子，补什么身子？这是外伤，要我说，还是我的莲枝最有效。衰神默默飘过看了一眼。孟姐姐，你好生休息，你们聊，我先走了。不打扰才是他最好的温柔。城隍和土地公在里头和稀泥。哎呀，大家别吵，我们今天主要是来探望的，不要吵架，不要吵架呀！是啊是啊。日游神平日里爱好直视太阳，搞得现在眼神有点不好。只见他一下子扑在血河将军脚下大哭。我可怜的主子呀，你的腿居然都被打肿了，比平时整整粗了3圈呢。去，那是我的腿。我在这儿呢。日游神发觉自己抱错人，连忙又转身扑在城隍公身上。啊！我可怜的主！血河将军就在孟七七眼里燃起杀意的时候将他丢了出去。善恶童子握着小小的粉拳，气呼呼道：哼，要说起来都怪月老心胸狭隘，若不是他胡乱告状，陛下怎么会忍心罚姐姐？此仇不报，他就不叫孟七七。孟姜停止哭泣，抽抽搭搭地出着馊主意。姐姐，我听说月老有一神丹妙药，很是金贵，能治神仙所受的各种气伤，咱们不如向他讨要了来，
也好免去姐姐夜间无法翻身睡觉的痛苦。土地公见多识广，月老却被善恶童子打断。啊，那我们还等什么？快去管他呀！血池将军捏着下巴。可是他记恨孟姐姐，怎么可能轻易交出灵丹呢？月老那么小气，一定不会把药给自己。城隍公摆出与他憨厚老实、外观不符的贼兮兮的笑。这他要是不给我们呢，可以智取。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嘿嘿声。土地公在旁直看得浑身发抖。这件事派谁去呢？最终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站在角落憨笑的叶游神身上。阿叶呀，姐姐我平时待你如何呀？姐姐待我很好，经常打我教育我，把我丢到血池河里，看到我快游上来了，还一板子把我再拍回去。经过姐姐的训练，阿叶现在的身手很是矫健。现在姐姐有件重要的事要交代你去做，这件事关乎到姐姐的生死，关乎到我们地府的面子，你要秘密的去做，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尤其是不能让陛下知道，你明白吗？叶游神一下子听他说了这么多个知道，险些脑筋被绕进去，之后糊里糊涂的狠狠点头。你如此这般那般吩咐完后，这小子忠诚有余，就是脑子有点不好使。这事儿你能办成吗？放心吧，孟姐姐，我一定会信不辱命，将这事儿办得妥妥当当，滴水不漏。极好极好。出门的时候绕开衰神府上，宁可走个远路也别和他碰上，知不知道？要是碰上衰神，这1个月的运势都会变得很衰，成败在此一举，岂有出师不利的道理？造！他一路念念有词地离开孟七七的府邸。衰神家往左边，往右走，往左边，往右走。不好意思啊，兄弟，在下有要事在身，先行一步。叶游神哪里看得清对方的脸，只一心想着为孟七七办成事。他抱了个拳，急匆匆地往外赶。纸片一样的衰神从地上飘起来，愁眉苦脸道：大晚上的这么倒霉。姐姐，那灵丹妙药长什么样子啊？你问我长什么样，我怎么知道？难道不是你们告诉阿叶那药长什么样的吗？可是姐姐，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听说，未曾真正见过。坏了，谁知道叶游神此次去拿个什么东西回来？怎么就没人提醒他呢？真是的。孟七七连忙叫血河将军去追叶游神，血河将军匆匆追出去，又匆匆冲回来。孟姐姐，叶游神骑着孤鹤鸟飞走了。孟七七往床榻上一瘫，眼前黑了过去。月老啥时候有了灵丹妙药？有灵丹妙药的不是太上老君吗？难道是他年纪大了记错了？一定是他年纪大记错了。想通了的土地公公也加入众人抢救孟七七的行列。另一方，在阎罗殿里，孟婆今日没来上朝。是的，陛下，孟婆昨日伤了身子，今天正在府邸养伤，一下早朝，血河将军他们全都去探望了。去黄泉酒楼打一斤白云桂花糕送去阿孟府上，他爱吃这个。是。黑无常毕竟跟随自家主人多年，练就一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木头脸。他走出去笔直地撞上一根梁柱，再面无表情地爬起来，同手同脚地走了出去。判官一脸无语，叶游神内降，一路直飞3重天。门口把守的小童打着瞌睡，叶游神一个闪身就进来了，来到了红线房前，停住了脚步。真好奇呀，自己的红线是牵在谁手上？看了一眼后，又默默关上。他刚刚看到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红线都缠成一坨坨毛球了？月老到底是凭的什么签的姻缘啊？最终，叶游神晃到了一个名叫珍宝阁的房间前停下来，那就是有宝贝的地方。恐怕姐姐们说的灵丹妙药就在这儿，到底该拿哪个呢？姐姐好像没有告诉他那个灵丹妙药长什么样哎。思来想去，他决定拿最好看的那个盒子。他慢慢打开，赫然是2颗金光闪闪的珠子，寻思就是这个准没错了。方才放盒子的地方飘下来一张纸，上面写着5个字，想必要是叶游神看见了，
定然不敢拿了。月老从太白金星那儿喝酒回来，发现珍宝阁门开着，进来巡视了一圈，看见架子顶上他之前放上去的丹药不见了。哎呀，奇怪了，我的浓情蜜意丹呢？没想到夜游神这小子不知道丹药长什么样都能得手，应该不会拿错吧？等下还是让大家都看看来确认一下好了。只见夜游神顶着一头灰尘进来，卑职信不辱命。东西呢？孟七七把盒子打开，一瞬间里头光华流转，锐气四射。为什么是2颗呀？倒是善恶童子似懂非懂地说，灵丹妙药，恐怕这是唯二的2颗，竟被夜游神都拿回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当然要与陛下一起分享啊！其实他才不会说怕吃了有什么副作用，所以让盛家燕先试试呢。众人被他仗义的举措感动得泪眼朦胧。孟姐姐好义气。孟七七不想耽搁，生怕月老发现了回来管他要回去。他连忙冲去外面，准备爬上孤鹤鸟，飞向阎王所住的廖阳殿。孟婆驾到！陛下呀，我来看你啦。又在打什么主意啊？陛下，您说什么呢？我是为了感谢陛下您送我的桂花糕我才来的。确定不是报复本王打你板子的事？怎么会呢？陛下，您的生辰快到了吧？阿梦，本王的生辰还要等上1年零4个月。孟七七是何许人物？论皮厚，他敢称地府第2，无人敢称第1呢。那就当我这个做下属的提前送温暖吧。说着便硬把盒子塞给盛家燕，2颗晶莹剔透、小巧浑圆的珠子立在里面。这是我从血池将军那搜刮来的，宝贝的不行，听说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法力大增呢。你送给本王吃，既然是好物，本王又岂能独享？阿梦不如先用1颗吧。盛家燕这个老奸巨猾的老贼，本来就是要他吃药，怎么又变成他吃了？吃左边那个，还阎王呢，吃东西还要挑最大的那个。哼，没有犹豫就一咕噜吞了下去。陛下，现在您可以放心吃了。你确定想让本王吃？疯狂点头。拿回去吧，本王用不上。难道这个丹药真的有什么问题？盛家燕是不是看出了什么端倪了，但是没有告诉他。最终孟七七只能败兴而归。这个盛家燕太过分了，肯定是丹药有问题，不然他为什么不敢吃？于是孟七七又叫来他的狗头军师们，商量着怎么让阎王吃下这个丹药。打昏他，强行塞下去。血池将军提议，被孟七七狂揍一顿。混在酒里，这是个好办法。但是第一，盛家燕几乎不怎么喝酒；第二，那个珠子那么大一颗，就算混在酒水里，喝到嘴里的时候还是会察觉到吐出来的好吗？日游神抠了抠脑门，那个为什么不磨碎了做成点心送给陛下吃呢？行啊，阿宙，平时看不出来，没想到关键的时候还得你靠谱啊！每日盛家燕都会吃黄泉酒楼钟馗做的糖蒸酥酪。说起钟馗，也算是个奇人了。号称鬼王的他，所向披靡，叱咤风云3件。但如今凡间渐渐安定太平，他的一身功夫也没什么用武之地了，所以跑到了黄泉酒楼做个糕点师傅的兼职。据说他的糕点证还是在天庭跟食神考来的。孟七七是在女鬼青楼里捉到钟馗的，他一脚踹开雅间的门，吓得钟馗提起刀来防备，还以为是仇家追杀。孟婆，你想干啥？钟馗并不似凡间传说的那般獠牙清廉，反而像是一个眉宇轩昂、风流倜傥的文人。我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啊。什么事？帮我把这个揉成粉，做成每日陛下要吃的糖蒸酥酪。那可不行，那是陛下，我怎么能帮你毒害他呢？喂，谁说这是毒药了？虽然也可能就是毒药。不管你要是不帮我，我就把你在青楼非礼我的事情贴得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看看到时候地府的人会不会放过你这个轻薄了第一美女的鬼王。
堂堂孟婆竟然如此不择手段。这么说你是不同意了？我没说不同意，只是做这件事要冒着很大的风险，这忙我不能白跑。嗨，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要钱还是要珠宝啊？我什么都可以满足你。那个放心，这钱财珠宝我全都不要，我只要一样东西。干嘛？说话归说话，不要动手动脚哦。我是请你进一步说话。哦，在下仰慕池夫人许久，一直盼着能够见上家人一面，只可惜她深居简出，而我又不能随意出入血河地狱，故而想请你帮我一个小忙。要我帮什么忙啊？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有啥不好意思的呀？无非就是带句口信，带封情书什么的。这整天在青楼厮混的人，还有脸不好意思？其实我想要一件池头夫人的贴身小物作为收藏。什么贴身小物？就譬如说肚兜啊、裙裤啊、亵衣啊、足袜啊，只要是贴身之物都可以，我不挑的。他便被孟七七一拳击倒在地上，他咆哮道：你觉得池头夫人会答应吗？会吗？那我可就帮不了你这个忙了。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威胁了。哼，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打得满地找牙？哎，你不要打我的脸！日游神连忙拉住孟七七：姐姐消气，小不忍则乱大谋呀！这是他不忍吗？池头夫人能答应才有鬼好不好？万万没想到，池头夫人还真的答应了。彼时他一袭灼灼红衣，孟七七对他的爽快答应感到十分意外。夫人，你刚刚说什么？池头夫人笑不露齿。你的请求奴家可以答应，不过，我就知道，没一个答应的爽快的。我堂堂阴司界的扛把子，求他们办点事儿，推三阻四，不情不愿的，岂有此理！只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夫人有什么要求，大可直说，我能满足你的，一定满足。本来呢，这女儿家的贴身物件是不可轻易送人的，可奴家不忍让姐姐空手而归，只能破了这例。可若这事儿传出去了，以后奴家的名声在地府往哪搁？夫人放心，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钟馗知，绝对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孟姐姐的承诺，奴家自然是信的。可奴家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姐姐可否满足？他怎么感觉此情此景似曾相识？貌似方才钟馗问他要池头夫人肚兜时，也是这么说的吧？你且说来听听。奴家仰慕陛下已久，想要一件他的贴身物件来做交换。真是好一段复杂曲折的三角恋啊！到头来，他还是要在盛家燕身上下功夫。那我试试吧。廖阳殿后，这就是盛家燕平日休息的地方，有没有这么巧？盛家燕现在在沐浴？当真天助我也！进去偷走一件衣服，只要不跟他打照面，一切都好办。从屏风上扯下一件雪白的亵衣，正想脚底抹油开溜，有人从爆煞里走了进来，似是在寻找挂在屏风上的衣服。动作间，一连串水珠从他结实的胸膛滑落，孟七七感到脸颊突地涨红起来，眼神不受控制的随着盛家燕的动作流连在他身上。孟七七在内心叫嚣着让自己快跑，但这腿就如同灌了铅一样挪不动步子，艰难地咽了咽口水。为了保持清醒，孟七七拔下头上簪子往大腿一扎，嘤嘤，一不小心自己下手太重，盛家燕不知何时竟已穿戴整齐。你怎么在这儿？陛下，我突然临时起意，想要在这里赏月，你不会介意的吧？你的腿是怎么回事？破了点皮，没事。我看看。陛下不必麻烦，让我在这儿坐一会儿，想必就能止住了。那好，本王还有公事在身，你自便。我饿了？好像是有点饿了。陛下，您这儿有吃的吗？有。于是孟七七就着夜色啃起了糕点。你看什么？
伤口还在流血，不及时处理会感染。将他的腿往自己膝盖上一搁，3下5除2就扒下了他的鞋袜。啊，神仙也会感染？面不改色的掀开了他的裙子。你卷我裤子干嘛？难不成你想我用撕的？你们看看，阎王是不是在对我耍流氓？孟七七挣扎着想要抽回腿，他之前偷的亵衣却从怀里滑了出来。哎呦，我腿好疼啊！你最近有什么难处，可以告诉本王，说不定本王还能与你分担。要你一件裤衩子，你愿意吗？好了，还准备赏月吗？不赏了。阿梦，还有什么事啊？本王的衣服还在你手里。这么大个人，洗衣服也洗不干净，我带回去给陛下重洗。望着落荒而逃的孟七七，嘴角慢慢浮起一抹玩味的笑。孟七七两地奔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石头夫人见他一瘸一拐的走来，孟姐姐，你该不会是偷衣未果被陛下给揍了吧？不好意思，我是明目张胆拿的。石头夫人捧着衣服爱不释手，她夸赞孟七七办事靠谱，一高兴当即从身上扒拉下一件肚兜交给孟七七。钟馗抓着肚兜，终于答应将丹药磨成粉，混在盛家宴每日吃的糕点里。姐姐，要不然让我去吧。一拳将他打飞。你还是歇着吧。蹑手蹑脚地钻了进去。奇怪，他是来送点心的，为啥要偷偷摸摸的？你今天又是来赏月的？他怎么感觉盛家宴是故意在这儿守株待兔呢？好像他猜到自己还会再来一样。陛下，我是来还你衣服的。衣服呢？在路上掉了。盛家宴无语，最怕空气突然安静。陛下，其实上次我在你这里吃了糕点，我觉得我也需要报答一下。知道你爱吃钟馗做的糖蒸酥酪，特意提了一盒给你。本王现在不饿，你放着吧。这怎么行？费了这么大的劲，今天势必要看着他吃下去。陛下，你好歹尝一口啊！我可是求了钟馗好久呢。你真的希望我吃？他艰难地点点头，拿起糕点一点点吃了起来。陛下，您喝口水歇一歇，不然会噎着的。这也吃了太多吧？不会有副作用吧？还好，你的腿现在可好了？心里总有一种愧疚感。阎王陛下这么关心他，他还拿他试毒。好很多了。陛下公务繁忙，那我就先走了。现在已经过了3更，幽都城门已经关了，你回不去王死城。孟七七看着盛家宴，眉目宛若冰雪铸就，美轮美奂。他觉得奇怪，怎么他看盛家宴时，心里竟有种上蹿下跳的感觉。所以今晚你就在这将就一夜吧。什么？令牌在你手上，你开下门不就得了？幽都的门开和关，不都是陛下你一句话的事儿吗？本王不小心把令牌弄丢了。那不要紧，守城的侍卫都认识我，我去刷脸。守城将士白日尽忠职守，任劳任怨，你岂能打扰他们夜间难得的休息时间？那好吧，那我睡这儿，陛下睡哪儿啊？哎呀，这竹榻上什么也没有，又冷又硬的，睡一晚上不会着凉吧？既然你这么说，那本王也不客气了。啥？直到盛家宴翻身上床的时候，孟七七还张着嘴，一脸目瞪口呆。你不睡？你这样我怎么睡啊？今晚能睡着才有鬼了。枕头太高，我可能睡不大习惯，我还是去睡竹榻吧。那张竹榻就开裂成2半。有这么巧吗？喂，看来没办法了，只能与本王同眠一榻。枕头不够，就枕这个吧。总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孟七七颤抖地爬上床榻，不敢跟盛家宴的眼神对上。什么鬼啊？自己是鬼，怎么还有心跳声？好在盛家宴似乎睡得很快，一夜相安无事。日游神夜游神2个人等在外面。孟姐姐，怎么啦？又便秘啦？孟姐姐心情这么好，还是不要告诉她大家都在传她被阎王潜规则了的事吧。她去干嘛了？说是去人间抓一个恋人魂的邪灵去了。到了傍晚时分，看着空中阎王的座驾经过，连忙闪身飞了跟过去。看来事情进行的不顺利啊。嗨，陛下，好巧啊，我在这里散步的。你心情不好？邪灵没抓到？这几日你先不要外出了。不多时，他叭一声响，何方妖孽，敢在姑奶奶我面前撒野！黑影从天而降，
幻化作一道模糊的人形，径直向孟七七走来，口里发出哼哧哼哧的笑声。孟婆，小的在王子城潜伏多日，总算是等到您了。那意思仿佛在说，你的粉丝？粉你个大头鬼呀！不用怕，孟姐姐，我保护你。孤火鸟一屁股挡在孟七七面前。唉，姑姑，虽然你只是一只小鸟，但你的心意我明白了。孤火鸟阴阴道：也对，我只是一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鸟，那姐姐一定要保护我哟。妈个今儿我要是死了，你也别想落着活，还不快过来挡着！我胯下受伤了，以后恐怕不能娶媳妇儿了，怎么办？你给我闭嘴！大敌当前，能不能少给地府丢脸？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男人胯下有黄金，我不该乱抓的，我道歉。伦家那里媳妇儿都没摸过，伦家的金牌没了，伦家不想活了啦！孤火鸟，没想到你竟然是条忍辱负重的汉子。你居然利用我的同情心，一会儿再来收拾你。哎，你抓我有何用啊？孟婆的名号虽是好听，可我在地府一无实权，二无势力，三无靠山，是个彻头彻尾的打工仔。每天天没亮，鬼没起来就要爬起来熬汤，从没有过休假。因为名字里带个婆字，被多少路过的鬼当做老婆婆呀！你要是想抓我来威胁阎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么可怜，这还有假？否则我要是真的厉害的话，为什么我的护卫只是一个孤火鸟呢？不错，阎王的确是个面冷心更冷的男人，可没想到他对属下都这么狠。谁说不是呢？虽然我跟着他的时间最久，但我连基本的休息日都没有。前阵子他还拿根导线棍打了我的屁股，到现在还没好全呢。过分极了！而且他昨天还强迫我住在他府上，与他同睡一榻。禽兽，简直是禽兽！所以你看我这么可怜了，可以先把我放下吗？当然，刚才多有得罪，请孟婆见谅。哎，小事。不过话说回来，你既然来了地府，应该直接找阎王算账才对，为什么非要蹲我呢？实话告诉你吧，这是个秘密，几乎没几个人知道。但我偶然从我吃掉的几个灵魂那处得知，你的眼睛……邪灵被一把长剑从胸口刺穿，孟七七大惊。喂，盛家燕，你这行为太过分了，就好比看花本子看到精彩关头，你给我烧了。看来阎王上司还是关心我的。你没有给地府丢脸吧？没有，陛下。孟姐姐啊！孟姐姐。过了几日，孟姐姐好手劲儿。不是我说，血池将军，你好歹是地府建北第一人，我今天才劈了10几个石板子，你就受不了了？太菜了！哎呀，孟姐姐下手也忒无情了。幸好啊，我早有准备。那日邪灵要说的到底是什么？他的眼睛怎么了？阿宙，你看我的眼睛怎么样？孟姐姐的眼神很美。阿宙，你说不会是那个丹药有什么副作用吧？应该不会吧？孟姐姐，大事不好了！月老座下大弟子来了，在城门口跟孤火鸟打起来了。什么？带路！本姑娘今日就叫他有去无回。你这个小偷！你说了多少次了？本鸟没偷你们东西。孟姐姐，你可要为我做主！我本来在梳理羽毛，这个家伙从天上掉下来之后就来袭击我，想要掐死我。你好大的胆子，连我的鸟都敢打！孟婆上仙有礼，小仙是月老座下弟子，今次奉命来取回月老庙珍宝阁中的东西。你月老庙的东西来地府取什么？前几日珍宝阁中的浓情蜜意丹失窃，经过几番查询，终于靠哮天犬嗅到了一丝贼人的气息。二郎神开了天眼之后，发现贼人正是骑着这只鸟到的天庭。小仙已经去地藏王菩萨那儿核对户口信息，证实这只鸟不错。喂，你说话客气点，一口一只鸟，我有名字，我叫姑姑。就是他跟这只鸟偷了我们的浓情蜜意丹。
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丹？浓情蜜意丹共为2颗，呈金黄色，一颗大一颗小，小的那颗叫浓情，大的叫蜜意。服用了浓情之后，会对服用蜜意的人产生浓烈炙热的感情，在俗世之中被称为花痴病。这是月老庙的招牌药，凡间的许多人都喜欢求呢。一旁的血池将军、善恶童子一行人皆不约而同地张大了嘴巴。浓情蜜意丹，浓烈炙热的感情，浓你个芝麻！怪不得这几天他对盛家宴不对劲，原来都是这个丹药在搞鬼。这个丹药有什么解法？无解啊，要不然别人千辛万苦求这一副药做什么？好不容易互相喜欢上，再解药分开。话说回来，孟上仙，请您不要再耽误时间，快把药交出来。小姐还急着回去复命，要知道这2颗浓情蜜意丸是今年月老庙中唯一的一盒，嫦娥仙子很早就预定了。药的确是我指挥他们去偷的，但我是为了献给阎王，这药已经给出去了，我暂时要不回来。但我一定会要回来的。你回去跟月老说说，我言出必行，否则随他处置。在这之前，你们不要去打扰阎王，我会去管阎王药。你知道的，阎王的脾气3界都有名，高冷的可怕。你若去了碰了一鼻子灰，那不仅药要不回来，还会被月老责骂。你说呢？孟上仙，你松手！我刚才说的提议怎么样？上仙说什么就是什么。小仙先走了。姐姐辛苦了，姐姐真是宝刀未老。宝刀未老不是这么用的。还有，我让你拿的是什么丹？你给我拿的又是个什么鬼？料阳殿中，黑白无常正一左一右地捧着一面足有2个人面之大的镜子，镜子边缘刻有陌生的铭文，而镜子中折射出来的正是孟七七带着一群跟班们远走的身影。黑白无常便会意将俗世镜收了起来。原本俗世镜的作用是阎王用来观察民生百态的，现在却被他用来偷窥孟婆生活。黑白无常2人倒是十分欣慰，自家主子终于有点在乎的事儿了。下次月老的人若是再来，你们为难一些，否则让他来去自如。当地府是什么地方？在去王死城中挨个核实，不要放过任何一个鬼魂。但凡知道当年一点事的，都就地处决。陛下，此事万万不可。当年的事闹得动静太大，您早已处置了这么多魂魄，已经惹得帝君不满。此番若是再度下杀手，恐怕要触犯天条。3重天上，月老听闻孟婆将此药赠给了阎王的事儿，笑得牙龈都露了出来。当真如此，莫不是让他给吃了吧？若是孟婆当真弄丢了浓情蜜意丹，师父您会怎么做呢？以往都在他那儿栽了跟头，阎王又多次护短包庇，心头这口闷气已然憋得太久。既然他说随我处置，那老夫当不能与他客气了。孟七七哪儿就没那么快活了。姐姐，要不然我们还是问一下陛下，陛下见多识广，一定知道该怎么办啊。是啊，姐姐，如果月老再次告到玉帝那儿，姐姐又会被罚了。这事说起来也怪我现在就去跟陛下认错，这件事跟孟姐姐一点关系也无。也不全怪你，你的确是傻了点儿，但是我指派你去的。这个时候我不可能让你替我背锅，也不要把罪责往自己身上揽了。姐姐还是去向陛下说明此事吧，陛下平日那么纵容你，不会不应。孟七七愁云惨淡地叹了几口气。此时的盛家燕长身玉立，正站在双生树下，垂手看着石桌上的棋局。等等，情思？别过来呀，陛下，我要控制不住我自己了。今日这样乖，做错事了？心里把月老骂了上百遍，制作出来的这个浓情蜜意丹，一天比一天剧烈的样子。孟七七发誓，若不是自己尚有一丝理智，已经扑到盛家燕身上上下其手了。错了。陛下，您听说过月老的浓情蜜意丹吗？不只听过，身边有人还用过。
谁啊？不会是阎王已经知道他骗他吃下这个该死的药丸了吧？那棵双生树正摇曳着血红色的叶子，难道树也能吃药？这一棵树之前是一对爱到难舍难分的鬼魂，因不愿转生投胎，便从月老那儿求了药丹，凭借浓烈的爱意比作双生树，永生永世纠缠。传说中的爱到变异。陛下，还记得那日我给你看的2颗药丸吗？其实那是……陛下，不好了，判官那儿出事了。今日牛头马面去了一个鬼魂，本是最平常不过，但那女子不甘投胎，言称是被人陷害致死，恨上加恨，也不知是否自带几根仙骨，竟然是拖得厉害了起来，打伤几个名利后逃跑了，刚被黑无常追回来。那女鬼抓伤了判官，此时正押在功德殿里等候审问。她情况特殊，又怨气太大，唯恐投胎后牵连更多因果，还请陛下前去定夺。陛下，等会儿您若是见着那女鬼，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您千万别心软，属下相信陛下一定会公正处理。但那女鬼，陛下还是自己看吧。见过陛下。那可是厉害的女鬼，姐姐别受伤才好。这应当不会，这可是功德殿啊！再者说，有陛下在呢，姐姐不会真的要跟陛下变成2棵树了吧？我曾看过古籍记载，这药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是方法有些困难。小七若是知道了，也不知道愿不愿试一试。哎，你快说呀！解决方法就是让姐姐产生真爱即可。你们想啊，浓情蜜意丹是靠药性强行将2个人扭在一起，并非出于爱意。若是姐姐能找到自己真心喜欢的，这药效自然就解开了。怎么就算真心喜欢呢？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有过情爱经历的，唯独陈皇宫轻咳一声。喜欢就是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啥是怦然心动啊？大概就是心跳加速了。这个我知道。姐姐每次暴打我的时候，我都心跳加速，很多时候我都仿佛看见了佛光啊！哎呀，你那是快被打死了。善恶童子沉思一阵，我知道，每次姐姐给我送吃的时候，我也心跳加速。血河将军哈哈大笑。你呢，算上，我保证你这样也有心跳的感觉。大家最终都犯了难，愁眉苦脸的大眼瞪小眼。不如我们找机会让地府的名利都来小七面前走一圈，到时让鬼郎中一直把脉，小七见到哪个人心跳频频震动剧烈，那便是那个人了。大家都激烈鼓掌，而功德殿里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穿着白衣背对着站的女子。孟七七他们这个角度是看不见女鬼的容貌的，但都无一例外的愣住了，因为这个背影实在是太像孟七七本人了。那绝妙的五官与孟七七竟有5分相似。阎王大人，女鬼率先开口：阿梦，过来。你没告诉陛下，这女鬼跟孟婆相似吗？孟婆就跟在后头，说也不好说啊。你叫云歌？是的，我本是孤儿，只有名字没有姓氏。云这个姓氏是我夫家的。戊寅年癸亥月乙酉日寅时。他一顿，眼光沉沉看向云歌，自尽而亡。我没有自尽，是他们逼我的。叔叔我不从，便要杀我的儿子。我小时候是叫花子，被牙娘卖给了当朝宰相之家做奴婢。后来宰相家里来了一个远房的表少爷，说是少爷，其实就是一个穷亲戚，因为父母双亡来投靠的。宰相爱护名声，他传出自己刻薄无情的形象，就收留了这个表少爷。我被分派去伺候这个人，而这个人也成了我日后的夫君。之后他也向我表明心迹，我们一同看花听雨，赏雪评梅。他在那时的确算是个良人。可是后来宰相府出了大事，大公子暴毙而死，查不出原因，噩梦接踵而至的降临在2公子和3公子身上。眼见着宰相府嫡系的人丁都要凋零，大家都愁云惨淡的时候，我发现了我夫君的秘密。他想要云家的地位和权力，但前面的几个公子个个优秀，断然轮不到他一个旁系。可惜他手段了得，若不是偶然，我也永远被蒙在鼓里。是他杀了那些少爷们。再后来的事情更简单不过了，宰相垂垂老矣，而我的夫君又适时展现自己的才学，以往藏起来的一颗明珠，终于有朝一日拂去微尘，熠熠生光。从那以后，云府的一切事宜都交到了这个表少爷的手中。在宰相死后，他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当朝皇上最为倚重的人，一切都维持着表面的平静。直到有一日，朝中传来皇上赐婚他和公主的消息，一国今之怎会容得他的府里有我这种人的存在？更何况当时我们的儿子已经半岁了，人人都以为我会是当家主母。即便我没有被抬正，赐婚的消息传入府中时，平日里与我要好的一众家仆竟是避我远远的。而那个曾经日日疼爱我的那个人，我所倚重依靠的那个人，回到府中的第一件事，竟是不想着与我解释，而是一杯毒酒赐我死的完全。多年的陪伴，原来尽数在那杯毒酒当中了。孟七七听得眼眶发酸，人间的情感丰富细腻，原来从话本子上听来的并不全是假话。阿梦，
什么事啊，陛下？你贴在我背上干什么？我刚才没站稳。陛下您继续。你的夫君名叫云山远，按照生死簿上来看，他应当会活到80有3，实乃高寿了。且晚年福禄双全，一生仕途显贵，子孙香火延绵不绝。世间都传莫做坏事，神鬼有安排。原来老天无眼，云山远那种人竟然能享100年香火，真是笑话。你死后，他娶了公主，没过3年，公主与人私通有孕，逐渐生下了4个别人的骨肉，但云山远不敢有半分怨言，甚至好生养大了别人的孩子。之后你的儿子长大，知道你自尽真相后，对云山远下药，使得他无法再行走，甚至于到最后3餐都需要人服侍，唯独皇上念他曾有功劳，照常发放俸禄。似他如此，死也死不成，活也不舒坦，这的确是笑话了。你含冤而死，自有怨结难平，但按照地府律法，打伤鬼差名利者，要先打入血河池服刑，为期10年，直至刑满。你不必怨怼，个人有个人因果。云山远来地府报道时，也自有他的去处。随后便被黑白无常押送离开。阿梦，你方才找我，想与我说什么？盛家燕交代完判官一些琐事，稍稍侧身看着孟七七。盛家燕一双好看的眉微微一蹙，眼里带着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审视。孟七七愣了一瞬，而后疯狂后退，转身撞上柱子，爬起来，再飞快地逃了出去。救命！有鬼！日游神晕了过去，大家才恍然梦醒，浩浩荡荡地往孟七七那个方向追了过去。只见孟七七高举菜刀，一脸壮士断腕的凄然。姐姐，你这是干什么？姐姐，有啥事想不开你说嘛，我们帮你出气啊！不要劝我，我的右手中邪了，他居然去摸了阎王的胸，还是伸进去摸的那种，简直不知廉耻！我要把他砍掉！小七，你会这样全都是那丹药的后果，只要把药性解了就没事了。如今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你先听我说说。第2日，孟婆呢？又睡迟了。陛下，逗号，孟姐姐生病了，不得了的病，句号，请您找鬼医去瞧瞧吧，感叹号。善恶童子恨铁不成钢的在一旁狠狠踩了夜游神一脚。你踹我干嘛？姐姐说了，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漏的。安排郎中前去诊治。是，下朝之后，下官立刻去安排。不必，现在便去吧。本王也跟着血池将军一起去探望探望。陛下，不是，臣没说要去啊。盛家燕一个眼神丢过去。说起来，好久没见孟姐姐了，真是担心她的病情啊。啊，不是昨天才见过。谁都看得出来，阎王要去看孟婆，还非要拿他们做法子，真是可怕的男人。不走？走。完蛋了，孟姐姐！怎么了？忘川河倒流了？民力官员来看你了。算他们有点良心，不过还是不能露馅了。等下就按照计划那样，在我面前横一个屏风，别让人知道我抱病逝假，召如意郎君是真。可是陛下也来了。你快去给我拿碗药来，不管什么药现成的就行。还有，一会儿就说我不方便见人，让他们隔着屏风说话。惨了，为什么盛家燕也会来？日后还怎么在地府作福作威？啊呸！以后还怎么在地府立威呢？他本想试试让地府的名吏们排着队来一圈，看看对谁有怦然心动的感觉。然而他的打算里并没有阎王陛下呀。阿梦，好些没有？劳陛下关心了，我只是略感风寒，不要紧，吃过药也许就好了。陛下，日游神结结巴巴开始思考，等下是跪着认错还是爬着认错。我来。盛家燕直接拿过他手里的碗，直接绕过屏风进去了。虽然他现在闭着眼看不到他，但感觉到他靠近，还是觉得整个人都不太好。感染风寒为何要将他的眼睛也遮住？因为刚刚睡久了，现在有点怕光。来，喝药。盛家燕那低沉的嗓音像是蛇一样钻进孟七七耳里，他几乎就要快控制不住了。不行，他一定要离盛家燕远远的才可以。一口下去，孟七七快要呕了出来。
不等他喊完，盛家燕又趁机喂了第二勺。良药苦口，多喝点儿。盛家燕绝对是故意的。从屏风外面的角度看过去，盛家燕与孟七七的动作当真十分亲密。果然，孟婆被潜规则了。折腾完孟七七，盛家燕如愿以偿，神清气爽地站起身，照顾好身体，明日我再来看你喝药。姐姐，全喝了呀？不然呢？你这药哪里搞来的呀？苦得要命，喝完了还有余臭呢。明天继续弄一碗过来，不然陛下来了就要穿帮了。姐姐，这个是我管牛头马面要来的，当时情况紧急没得多选，但据他们二人所说，这好像似乎可能大概也许应该是用来增加爱侣之间情趣的药。你说什么？听说这药一共有2碗，喝下去以后2个人能灵魂互换。姐姐，这本是牛头马面兄弟俩自己用来增加情趣的，这当时没有其他选择，情况紧急才被我端了过来。这谁能想到陛下要亲自看着您吃下药呢？月老的浓情蜜意单是2颗，就连这种不知名的什么鬼也是成双成对的吗？废话少说，另外1碗药在哪儿？姐姐放心，早在之前我从牛头马面那儿抢过来的时候，就叮嘱他们把另外一份药汤给毁了，只要明天再让牛头马面做一样的来，姐姐喝一碗，把另一碗倒掉，绝对是神不知鬼不觉，无人知晓。牛头马面好歹也是地府黑道的，号称黑白通吃的2兄弟，竟然互相乱来，还发明出这么不知廉耻的玩意儿。等这件事过去了，本姑娘再找他们的麻烦。哼！哎呀，你说这好好的东西就这么浪费了，那花了我好多冥币呢。夫人，让你受委屈了。迫于孟婆淫威，我们竟不能享受短暂的闺房之乐。哎呀，是为夫没用啊！不，牛儿，这不怪你。哎，话说回来，药就这么倒在这儿，真的没问题吗？没问题，能有什么问题呢？难道还会有人趴在地上去舔吗？不必担心，娘子，你最近手掌有些粗糙，我们明日重新去给你打个马掌吧。哎呀，讨厌！第二日还是来盯着孟七七喝药，好在孟七七早有准备，拿出昨天晚上跟土地公公他们排练好的台词。陛下，所以我刚才说的，您同意吗？你是说你得了一种不知名的病，要地府所有的名利前来你面前转一圈，谁能让你怦然心动，谁就能治你的病。正是如此，陛下。交代下去，让所有人在廖阳殿外排队等候，谁能博得孟婆欢心，本王有赏。陛下，要不还是就用我的孟婆符吧，您事务繁忙，怎好占用您的廖阳殿呢？怎会占用？你身为本王最得力的部下，这么重要的事，本王如何能不在场？本来是阎王为了帮助孟婆找到怦然心动的人，所以放话说会重重有赏，不知传到哪只鬼那里就开始变了，大家都开始传。你知道吗？陛下说了，谁能让孟婆开心，今年的做鬼最佳年终奖那就颁给谁啊。廖阳殿外被堵得水泄不通。那边的谁把你的鬼火关了？辣眼睛！开始。姐姐，鲜花送美人。跟谁学的？老气横秋的城隍公公。最终善恶童子捧着一盒糕点被孟七七送出了廖阳殿。如何？虽然心跳没有什么剧烈变化，但是他好像还挺吃这套的。黑无常扬声。下一个。凶神恶煞衰5大瘟神从殿外依次飘进来，不多时衰神已经被他们切了一个七零八碎，诡异无语。怎么仿佛感觉孟婆肾上腺素飙升，这好像不是怦然心动，是要暴怒啊！我要的是怦然心动，不是惊心动魄。你们在这上演死神来了呢！出去！5瘟神纷纷表示自己还能再挣扎一下，把他们全部都丢了出去。下一个人是血河将军。这是何物啊？姐姐，这里装的都是满满的孟婆汤，我认为我要狂饮10缸，才能表现出我对姐姐的爱慕之情。
血河将军不愧是最有魄力的人。一头扎进水缸里扭饮一番，孟七七尴尬的说不出话。鬼医震惊于血河将军喝了那么多，居然还没有被撑死。我是谁？我在哪儿？这是哪儿啊？我在干嘛呀？阿秋阿叶，进来抬人。一前一后的夹着血河将军出去了。衰神小心翼翼探了一个脑袋进来。陛下，孟姐姐，我来找耳朵。衰神趴在地上摸到了他缺失的一只耳朵，随后飞也似的逃了出去。闹了半天全都是乌龙事件，感觉如何？他实在不想承认，现在盛家燕居然是他看得最顺眼的一个人。陛下，先不要着急喊下一个，不如您来一试。本王去了，孟婆只怕病得更加严重。他是怎么能这么自信？还更加严重呢。孟七七偏生不信这个邪。陛下，不如您来试试吧。孟七七被他盯着后背发毛。罢了，陛下日理万机，怎么会？那本王便来试试。盛家燕俯身下来，孟七七有些紧张，整个人都要绷住了。盛家燕的脸缓缓靠近，孟七七脑海里拉响防空警报，只觉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无法思考。亲他呀！这拿鼻尖亲昵地蹭了蹭孟七七的鼻子，他看见他眼中倒映出的全是自己的身影，往常拒人千里的冰冷神情，此刻也带着几点温温浅浅的柔意。孟七七觉得整个人都有些发软了，他从耳根子红到脑底，他听见自己的心在这一刻跳动的声音如同雷鸣。恭喜孟婆，贺喜孟婆，你已经痊愈了，不愧是陛下，陛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孟婆能痊愈，于本王来说亦是幸事。如果刚才再近一点，就亲到了吧？你刚才说我痊愈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痊愈了呀，药性解开了，怎么了？药性？你知道我吃了什么丹药？是啊，不就是浓情蜜意丹吗？老夫一把脉就拔出来了，咋了这是？像这种东西对老夫来说都是小把戏。那你知道，不就代表陛下也知道啦？还没汇报给陛下呢，回头啊要去写个档案，才能移交给陛下一关啊。千万不能告诉陛下。还有，如果我身体里的解了，那另外一个人身体里的还起作用吗？这当然不管用了。太好了。鬼医觉得孟婆今日有些浑浑噩噩的，便趁此机会连忙提起药箱跑路。什么情况呀？为啥听说孟婆的病让陛下治好了？陛下是怎么治好的呀？从不远处的草丛中钻出来一个黄白相间、毛茸茸的身影，仓鼠。说来奇怪，普通的飞禽走兽死后会直接投入畜生道，像这种到处乱晃的灵体却是很少见的。直起身子，拿出小爪子拽了拽他的裤脚。他看着仓鼠，仓鼠也看着他，吱吱吱吱，傻憨傻憨的。他不由得想起孟七七来。你叫什么名字？叫芝芝。你不该来这里。不管，我不走。盛家燕心里有了一些打算，提着仓鼠走进屋里，放在桌上，算是同意暂时收留他。奔着桌子上一盘黄泉酒楼的桂花糕而去。他跑到盘子边，兴奋地指着糕点，想吃就吃，不想吃，那你想干什么？卖力地指着盘子，又指了指自己，眼神像是询问。现在该懂了吧？你的颜色的确跟糕点有些相像。他拍了拍小仓鼠的脑袋，今晚你就先睡在桌上。小仓鼠气得踢了一脚盘子，结果疼得自己倒在桌子上。这一夜不停听到仓鼠撞结界的声音。盛家燕睡的却十分安稳。孟婆府那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孟七七卧房大门紧闭，往常总是鸡飞狗跳的孟婆府庭院内一片死寂。把窗子关上，你想让大家都知道孟姐姐被唤回了吗？是日游神回来了。怎么样，问清楚了没？另外一碗汤药到底是被谁给喝了？哎呀，你骑着孤鹤鸟去的，
咋整的像是自己跑回来的呀？别提了，气死我了！牛头马面说把药倒到墙根了，谁能去那儿喝呀？最后牛头马面才想起来，说是他家最近闹耗子，经常把米面啃得不行，恐怕墙根里头的药被那耗子舔了。我就跟着他们俩一块把他家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别说是耗子了，蜘蛛都没有一只，反倒翻出了马面的不少肚兜，最后被牛头打了出来。梦姐姐跟耗子互换身体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可不好办了。地府中动物灵体甚少，哪怕是有，也会马上被鬼差捉住，直接送入畜生道。我们哪知道小七在哪儿，又变成了哪只耗子？就在这时，躺在床上的孟七七忽然有了反应，她害怕地坐起身，往后缩了缩，我的孟姐姐呀，你果然被耗子换走了呀！它不是耗子，它是仓鼠。不行，我要去告诉陛下，陛下一定能把姐姐救回来。这事儿绝不能惊扰陛下，如果让陛下知道小七装病才喝错药，以陛下的个性，那现在咋办啊？没办法了，只能先瞒着，对陛下说孟姐姐生病了，而且不许任何人探望，能撑多久是多久，反正这药有时效性，最多不过5天就消失了。在此期间，我们务必要翻遍地府，不可放过任何一个耗子。也不知道姐姐有没有东西吃，是不是在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有没有掉眼泪。盛家燕起得早，当她起来正准备穿戴的时候，一旁盘子里的桂花糕已经被吃了个一干二净，只留一点残渣，看来跟孟七七的口味差不多。最终还是捡起桌上熟睡的仓鼠，放进自己的袖口里，就这么直接上朝去了。陛下，孟婆抱病告假了。血河将军说，孟婆发话，这次生病谁要是去看她，她就自尽。陛下，要不要微臣派人罢了？之后他没再过问此事。上黄泉酒楼，今日为何这么热闹？回陛下，7月半将近，鬼魂们都想带点特产回家。7月半，鬼门大开，是他们回家探亲的日子。那是卖什么的？那是售卖为子孙后代巨福的符咒。买了这种符咒的鬼魂，在7月半回家后，会以托梦的方式告诉给自己的家人，或者干脆不通知任何人，塞在家里的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以此来福佑后代。那里又是干嘛的？陛下，那个摊子上的小贩是替鬼魂记录自己死后在地府所见所闻的，鬼魂可在7月半的时候带到人间，用来警示自己的后人。陛下呀，微臣平日甚少出来，懂得也就这么些了。不如您下回带上孟婆，孟姐姐跟阴司街上下混的都十分相熟，哪怕您指着一块石头，她说不定呀都能给您说出个名字来。盛家燕袖子一抖，从袖口滚出来一坨黄色的肥印。这是哪里来的老鼠啊？你怎么把我放进你袖子里？差点憋死我！吃吧。小仓鼠见到糕点，眼睛都亮了起来。什么情况？阎王陛下居然养了一只宠物？小仓鼠顾不得爪子上传来的灼痛，连忙用爪子在桌子上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我字。你怎么跟他一样，刚被烫了也不长记性？小仓鼠急得吱哩哇啦乱叫，老老实实吃东西。外面站着的是一个不算陌生的人。燕王陛下，二郎神杨玄烈站在门口。不愧是战神啊，帅气的让人想要袭胸。阎王陛下，孟婆与您不在一处吗？我刚才去她的府邸找她，却没见着人。她病了，不方便见客。陛下，我正逢休假，不知可否在地府住上几日。盛家燕最终应允了二郎神的请求。二郎神见事情达成一半，心里松了口气。早闻阴曹地府的黄泉酒楼点心厨子手艺了得，今日一尝，果然如此。喜欢就多吃些。那小牙齿快得跟什么似的，吃饱了还不够，还要把吃的都藏在腮帮子里，奈何腮帮子早已经塞不下，鼓得不得了。你喝点水吧，别把我姐姐噎坏了。血河将军看不下去了，一掌劈晕孟七七。孟姜连忙上前把他嘴里包着的瓜子都掏了出来。哎呀，这样下去不行，这一上午都吃了多少斤瓜子了，齁也得齁死。是啊，我也没听说过耗子还需要磨牙的。更没听说耗子还要往腮帮子里藏食物的。那是什么生物？既要磨牙，又要往腮帮子里藏东西呢？仓鼠！小仓鼠，你是不是害怕二郎神带来的狗啊？我也怕得不要不要的呢。你说二郎神来玩就玩，带什么哮天犬啊？哎，你可要藏好了啊，别被哮天犬发现，一口吃了。我看看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转身飞起小脚丫，就给白无常伸过来的手一脚。之后不解气，又扑过去，啊呜一口咬下。哎呀，不给看就不给看嘛，这么凶啊！怎么觉得
这个眼神有点熟悉。你说战神好好的，来地府干什么呀？不知，也许是有事要做。仓鼠身体里的孟七七简直难以置信，原来白无常平时看着挺斯文正经的一个人，今天居然想要偷窥他的屁股，哪怕这不是他的屁股，是一只仓鼠，可他现在也在用这具身体，怎么能随随便便给人看到？小仓鼠的贞洁由他来守护，想着该怎么尽快让盛家燕知道自己被换魂了。想起昨晚暗示他自己爱吃桂花糕，他居然夸奖自己的毛色，孟七七就更加生气。忽然看见桌子上不远处摆着文房四宝，如果能用毛笔把自己是谁写下来告诉盛家燕，那岂不是皆大欢喜？笔的末端还是稳稳地挂在笔架子上，笔架剧烈摇晃几下，便迅速地倒了下来。孟七七躲避不及，被笔架上掉下来的毛笔砸了个眼冒金星。孟七七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才堪堪把他抱起来。孟七七已经数不清自己摔了多少次了，只觉头晕眼花，靠着本能拖着笔往宣纸那儿慢慢挪动。眼看革命就要成功了，突然一双黑色镶银边的登云靴缓缓踏入房中。孟七七见盛家燕回来了，大喜过望，飞快向宣纸移动，想要当着他的面写下来，他就又被人提了起来。罢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在桌子上迅速滚了一圈，最后露出白花花胖鼓鼓的肚皮来。他艰难地抬起头，用眼神邀请盛家燕来抚摸自己。这时伸出手指开始抚弄她柔软花白的肚皮。孟七七舒服地扭了扭，她甚至忘记了自己卖萌是为了求得盛家燕的原谅。现在他满脑子都只有一句话：哇，这大宝剑太舒服了。不知不觉中，孟七七被抚摸得昏睡过去。等他再一次起来，屋内已经燃了一盏烛火，盛家燕俊美的睡颜近在咫尺，孟七七还是忍不住对如此美色垂涎三尺。肚子传来咕噜一声轻响，孟七七才发觉自己除了吃了一盘糕点，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他顺着床幔滑下去，在屋子里摸索起吃的来。今晚这一番折腾，可谓是仓鼠历险记了吧？可是盛家燕怎么一点吃的也没有，连个食物残渣也没有，真是滑稽。好歹也是地府之主，阴曹的主宰呀，院子里却连个瓜子儿也没有，好好的日子怎么过得抠搜搜的？开玩笑，自己怎么可能压榨精明干练的阎王？平日不被他压榨就不错了。孟七七又在屋子里转了一圈，仍是一无所获，气得倒在桌子上，最后赌气似的跑向砚台，四只爪子疯狂踩踏墨汁。随后他一路狂奔至床榻边，顺着床幔再次爬上去，先是拿爪子在盛家燕的衣袍上按了一爪子，发现形状还挺好看，他便肆无忌惮地在盛家燕身上撒野起来。我踩，让你打我屁股，让你摸我肚子，让你嘲笑我，让你压榨我，我让你睡。内心嘿嘿一笑，就想要在他的脸上也留下一串印记。然而这时阎王陛下忽而睁开那一双幽深的眼眸，孟七七内心大呼不好，转身就想要溜走，但盛家燕早已先他一步捉住他，握在手心中，将他拖到了自己的面前。你在做什么？手伸出来，不想吃瓜子了，掌心朝上。盛家燕端详了一阵，又坐起身看了看自己白色衣袍上的黑爪印。孟七七赶忙用爪子捂住自己眼睛，爪子上剩余的墨汁将他染了2个黑眼圈。盛家燕不觉有些好笑，你今天有些古怪，难道你也生病了？要睡就在这里睡，不许再闹了。谁要闹你？谁稀罕闹？忽然注意到盛家燕的眼睛下好大一团青色，趁着面色有些憔悴，他满心的嘲讽就那么停住了。不知为何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盛家燕已经合衣再次睡下了，他很快进入浅浅的睡眠，睡着后眉目也轻轻蹙着，比起平日冰冷的拒人千里的姿态，现在的他倒是更可爱点。我可不是心疼你，我就是看在你给我瓜子的份上，决定体谅你一次，下不为例。第二日，盛家燕已经上朝去了，发现角落摆着一盘剥好的瓜子，总算还有点人性，知道留点吃的。已经4日了，孟婆身子还未好全。那个衰神站出来，对啊，要不我去看看？你去看了，那孟姐姐恐怕好不起来了。过分。
到底是什么病？日游神斟酌了半天，才为难的开口：梦姐姐的病，微臣不好说呀。行，我说，但要是梦姐姐好起来了，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其实梦姐姐她来大姨妈了。啥？这是好事啊？难道孟婆跟她大姨妈关系不好？干嘛呀？我说的不对吗？你们啥眼神啊？哎，搞职场歧视啊！梦姐姐这次姨妈来势凶猛，胃口见长不少，而且情绪多变，最重要的是喜欢咬人。看见没？把夜游神的手指头都给咬破了，10个指尖，没一个完整的，全给磕了。其实按照现在情况来看，应当让梦姐姐自己好生休息。说的是啊，不然大家若是不慎被伤了，这算是工伤，还算是什么呀？我觉得陈皇公说的对，我们还是改日再去探望吧。孟婆那里，本王下朝后自会去探望，大家不必担心。完蛋了，这下要彻底穿帮了。哮天犬叼着什么东西往前快速跑着，赶忙从草丛中窜出去，往哮天犬跟自己身体跑走的地方追赶而去。纳尼？居然是一块木头啊！庭院中绿竹森森，二郎神正站在庭院中，两指一捻，念了个诀，凭空唤出一朵飞云来，将孟七七一下丢入云彩中，直飞9重天上而去。这是明目张胆的绑架呀！绑架啊！那个被绑走的可是自己的身体啊！他要马上告诉盛家燕，有人在他的地盘搞事情。早在二郎神丢孟七七上云彩的那一刻，他已经起身快步出了辽阳殿。牛头马面，命你2人即刻率鬼差把守住王死城以及铁围城的各个关卡，只许进不许出，谨防有人趁乱浑水摸鱼。今日的投生暂时结束，血河将军，你与善恶童子速去忘川河畔，协助孟江限制人流，将多余的来不及投胎的鬼魂压在望乡台。切记，绝不可将孟婆被绑的事情传出去，如有纰漏，我拿你们治罪。哎呀，阎王陛下还是莫追了。二郎神奉命捉拿孟婆，恐怕等下就要押去真武大帝那儿审问。这是玉帝亲自下的令，没人敢违抗，哪怕这孟婆当真无辜，你也暂且先忍忍吧。陛下三思，如与天界动手，后果不堪设想。哪怕阎王陛下手握1000万阴兵，也必然是一场恶斗。这次不要像几百年前一样，还给我的只是具尸体，否则我要3界都不得安生。阿梦到底怎么了？还不肯说是吧？说，阿梦到底怎么了？我说，我都说。孟七七不见身影，也不见那只仓鼠到底去哪儿了。有老鼠啊！老鼠在哪儿呢？打老鼠呀！孟七七轻车熟路地跑到了辽阳殿，却见大殿内空无一人，日游神正把头埋在臂弯里低声哭泣。有老鼠！真想狠狠给日游神2个嘴巴子，关键时刻就在这掉链子。不对，那是仓鼠。孟姐姐，是你吗？又指了指门外，用手扒着自己的脸，假装自己是二郎神，希望通过肢体语言传达给日游神自己想说的。姐姐，你在运功。姐姐，我没能为你保守秘密，是我贪生怕死，陛下一威胁我就害怕了，全都招了。孟七七拍了拍他的裤腿，意思是不必介意，而且现在再不告诉盛家燕就来不及了，自己的身体已经被抢走了，妈的！陛下刚才已经焦急的回去找你了，姐姐没有遇上吗？得了，姐姐坐好，我开路。他怎么了？完了，肯定是药效过时间了，现在灵魂换回去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孟七七已经正式被绑架到天庭里去了。孟七七站在廊下，看着天庭的美景，有些痴迷于阳光。在地府是极少见到这种明媚景色的。二郎神在一旁暴毙跟他一起等着，还战神呢，胜之不武，用木棍子骗他过来，卑鄙！一会儿进去了小心说话，若是满口谎言的话，恐怕吃不了好果子。帝孙有令，让我先行带孟婆进去，想来不会费上多时，还请上神在此稍等片刻。真是一个比盛家燕还木头的木头。殿内又剩真武大帝与孟七七2人。坐吧。他已经准备好了，乖乖聆听真武大帝的教诲，从此以后改过自新。你在地府过得不开心？怎么会？在地府的每一天都很开心啊。是了，每次玉帝朝会都有人参阎王一本，说是他纵容手下胡来，无视章法，
应当重罚。想来阎王把你们庇护的极好，天庭的半分怨言及惩罚都没有落到你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不然这次想要请你上天庭说话，也不会让战神专门走一趟了。帝君若真只是梦话，何不传个讯去地府，我自己自会上来，不需要任何人来带我上天庭。恐怕你愿意上来，有人也不愿意放。按照你的罪行，偷盗是小，但以往得罪的人数不胜数。此番天庭中有不少人等着看你笑话，往常大家碍于阎王的面子，动不得你半分。现在好不容易抓了一个错处，奏折像雪花一样的飞往了玉帝的桌案上。玉帝已经交代了，要严惩才行。惩罚我一个人可以，但这事与地府的其他人无关。偷盗的夜游神是我指使，阎王陛下也被我蒙在鼓中，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也甘愿受罚。真武大帝在帘后静默半晌，我原以为你会怒怼阎王啊！我为何要怨陛下？虽然孟七七为人是骄纵了点儿，但他心里清楚得很，每日活得轻松自在，那都是盛家宴庇护的功劳。否则就凭着地府的那一帮饭桶，不省心的比得力的多太多，别人还不早就将他玩死了，哪里容到他现在站在这里跟真武大帝讨价还价？所以他为什么要怨盛家宴？我与阎王有些私交，在你来之前也询问了月老的意思，他本人是愿意不再追究的，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竟这么大方。不过他也说了，你曾说交不出浓情蜜意丹就任他处置，是吗？他就知道那个小老头没有那么容易放过他。所以他准备怎么处置我？他要你投胎转世，去人世间历劫3世。什么？我身为名字记录在册的神职人员，如何能投胎为人？玉帝已经批准你3世的命格会有司命星君为你书写，你有错在先，月老想必也是要出一口气，便先忍一忍吧。毕竟你若不愿意的话，当然可以，但是阎王就会把你挡在身后，替你去做一些不得已的事。好，我应。去了人间，你会体会到人间的疾苦与喜乐。希望你一切顺利，孟婆。陛下，圣兄啊，许久不见，还是这么大脾气。不需要你在这惺惺作态，你许了什么给他？月老要我渡劫3世才可以回归神位。你明知道他不可以。你也应该知道，如果不试试，就永远没有解决的办法。不试就会死，试了或许会有那么一丝存活的机会。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你心里很清楚。这次盛家宴彻底沉默了，什么跟什么呀？谁没多少时间了？好，那我跟他一起渡劫。陛下，不行啊，你走了谁来打理地府啊？你确定了吗？这可不是儿戏。确定了，我也会帮你知会司命星君一声的。帝尊说放他们离开，都不准动手。他怎么觉得这一幕仿佛有点熟悉？他发誓以后再也不做坏事了，这感觉太难受了。你就没有想要对我说的？有，天庭的阳光比不上地府的星月好看。他慢慢伸出一只指尖，抹掉了孟七七嘴边的碎屑。他跟陛下之间气氛也太暧昧了。孟七七和盛家宴要双双转世投胎的消息，先他们一步传入地府。这怎么行啊？人间很多坏人的，孟姐姐这么单纯，怎么面对啊？不行，姐姐不能去，在地府好吃好喝有我们伺候着，去了人间饿了冷了怎么办啊？海神附和道：是啊，人间的食物姐姐吃得惯吗？水喝得惯吗？听说他们那儿白天就有阳光，好可怕的。陛下，你生死不全权就由你负责，哪怕我不在，地府也要井井有条，不许有人偷懒懈怠。黑白无常会辅佐你，人间300年不过是地府弹指一挥间，你不必担心。一时间，廖阳殿内气氛都有些萎靡不振的。投胎那天，地府的天空依旧浑浊暗黄。18层地狱的鬼哭狼嚎听起来像是送别的曲调。当他端着一碗满满的孟婆汤时，你要我喝孟婆汤？孟上仙，喝了吧，上头吩咐过了。那岂不是我投胎之后什么也不记得啦？闭上眼睛。为什么？闭上。盛家宴在他额头上轻轻地落下一吻，便亲手拿过叶心手中的孟婆汤，喂着孟七七喝了下去。孟七七被他亲得云里雾里，就被盛家宴一掌推下奈何桥，掉入忘川河中，消失于滚滚波涛里。为不耽搁出生前后时间顺序，盛家宴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交代，孟婆汤也没有喝，便跟着孟七七纵身跃了下去。
陛下，陛下，也不知道姐姐这一行能否顺利啊？大家不必担心，万事有陛下在身边呢。我们只要做好分内工作，不给陛下添麻烦，便是足够了。想必孟七七投胎后日子也不会难过，毕竟临投胎前得了阎王一吻，注了几分灵力跟随到人世间，想来也不会多惨，还担心啥呢？然而，土地公公显然低估了月老的阴险程度。宪宗年间，43年5月初夏时，广陵郡内两仪城，一派死气沉沉，一家高门大户门前，随处可见的血迹，无不在默默地向来人诉说着这座府邸曾经经历了什么。陛下到了。他不过11、12岁的模样。搜，是殿下。孟府林族上下共计120余人，全部死于非命。凶手出手狠辣，招招毙命，并且早有准备，伪造两仪城瘟疫爆发的现象，以至于当地官员不敢来查看情况。两仪城现下与死城没有两样，恐怕还没有人知道名扬天下的卜卦天师孟氏一族惨遭灭门。殿下，要不要属下派人去查一查林家？不必，障眼法罢了。殿下，找到了，还有个活口。退下。可是殿下，退下。阿梦，看来你的确将灵力运用得很好。他不知道这个陌生少年是如何知道的，但他的确从小就能用意识控制东西，这样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强大。族里的巫师说他的能力已经进神，还说这样的他如果养在族中会引起天神的不满，以后必然会引起大祸，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瞎了他这双眼。如今巫师一语成谶，他的确给孟府带来了灭门之灾，待人来的突然，他来不及反抗就被母亲藏在了暗室中。跟我走吧，跟我走，你可以报仇。你曾说阳光不及星月好看，从此以后你的世界这些都不会少。我来时外面的花开了，要不要去看看？七七，从此以后你就不是一个人了，我也不再是了。10年后，此时人们口中巨如鬼神的孟七七本人正站在庭院里轻轻抚摸一朵玉兰花。孟七七，你欺人太甚！哼，怎么茶叶不好喝吗？莫春风一声娇哼，站起身，气得直跺脚。哼，我从四郎那儿好不容易讨来的茶叶，你竟然敢往里放鸡蛋！你又管殿下叫四郎？等殿下回来，我告与他知，他必然要剥了你的皮才行。今日便是与你拼上一拼，也好让你知道，我这毒娘子的名头不是白来的。方树在暖室中盈盈摇摆。好姐姐，你这裙摆可比园中的花都要姹紫嫣红呢。莫春风好南风是王府内众人皆知的秘密，而莫春风心尖上的人就是高贵且冷傲的摄政王本人。莫春风该是多么口味孤僻，才喜欢这么一个冷情冷血的人。偏偏莫春风还不是王府中独一个喜欢盛家燕的，盛家燕手下不少女暗卫皆对他情根深重。好看又有何用？四郎日日不在府邸，人家的满心相思都寄托在这千金价格的茶叶上了，偏偏你还给我毁了。你平时浓妆艳抹惯了，殿下许是看厌了，下次换一个清淡的妆，指不定就入了殿下的眼呢。到时别说这一点茶沫，便是你要个金蛋，殿下都能许给你。哼，你独得殿下恩宠，自然不贪这点情谊了。我的粉彩亲友斩，哼，狡诈，兵不厌诈嘛。莫春风除了好南风，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爱财。孟七七刚才用念力凭空将茶盏推落，按照莫春风的性格，必然是丢了武器也要去捡那传说中花费1000金买回来的战国青釉盏。茶叶蛋好了，可以吃了。你还好意思提？别打了，殿下遭到暗算受伤了，现在已经抬去房里诊治了。你此番跟着殿下一同南巡，竟让殿下受伤，这事说来实在古怪。陛下南巡回京途中，在巴蜀遇见一女子，不知着了什么魔，非要将那女子带回来。但那人是巴蜀梁家二当家的一个美妾，陛下当年接管了巴蜀的盐山，断了梁家的财路，梁家这下可逮着机会要为难殿下。他们明面上恭恭敬敬，暗地里竟在那女子身上放了毒。呸！
堂堂巴蜀大家竟然有如此下作的手段。待殿下好拳之后，我再与他们秋后算账。话说回来，殿下带回来的女子现下又在何处？在西厢躺着呢，她身上带了毒，自个儿也不知道。殿下毒发的时候，她手上已经起了好几个脓包，早就昏迷的不省人事了。回头我还得看看去。殿下交代了，要留她的命，以后有用。这事啊，可别让七七知晓了。她呢，是容不得这女子的存在的，别到时候她跟别人起了冲突，让殿下不好受。随即快步走向马棚。殿下到底是带了什么样的一个女子回来？为什么要执意带回来，以至于全屋警惕中了剧毒？庙外传来吹拉敲打的乐声。娘，不要再哭了，仔细伤了眼睛。原以为幺儿嫁去李员外家，虽不说大富大贵，吃穿却是不必愁了。哪知这李员外这么不是人，自从幺儿嫁了他，每每回家时身上都多了伤口，有的好几日都愈合不上，现在连人都疯疯癫癫的，容貌也毁了。我可怜的女儿啊！娘放心，巫师不是说了，小妹只是被吓丢了魂，若是能抬着她的身体漫山遍野的换一换，她就能回来了，人也不会再疯疯癫癫的了。要说那李员外的心也太黑了，娶了好几个夫人，都被他折磨致死。听别人说，他好像就喜欢打老婆，大老婆被打跑了，二老婆被他逼得自尽，就那三老婆都自个儿沉湖了，他专好拿着热铁往人身上烙，那谁能受得了啊？认识平日再坚强的人，也受不住他这成日的折腾。怪不得当时他肯给那么多聘礼，原来这些钱就是要拿我女儿的命去换。如果当日早知道如此，说什么也不肯把幺儿嫁过去啊！不然咱们去报官吧，苍天在上，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哎呦，报不得，报不得！李员外是梁家堡堡主的表侄子，梁堡主听说又与京城的贵人要好，哪怕这报上去了，吃亏的也是我们自个儿啊！哎呀，说的是啊，李员外有才有势的，哪怕官府真的治罪，恐怕也不过是几个板子的事儿，到时放了出来，仍旧逍遥法外。小妹能活着逃出来，已经是福大命大了。按理说，李员外作孽如此之多，老天爷就该降下道雷，劈死他。你们想要李员外的命吗？哎呀，神仙显灵了！你们如果想要李员外的命，就将身上最值钱的东西送来。这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了。明日午后，我会将李员外的首级挂在沧州城门上。